你要干嘛？哇呼！你看是狼蛛。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口袋，我是鱼竿。欢迎来到钻石口袋，我是大家。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拍这一集呢？为什么呢？大家知道自己的基因是很神秘的，所以通常我们一般人会对自己的基因感到很好奇。然后呢，我就在 FB 还有 IG 上看到一个广告，说立刻知道你基因里面有什么秘密吧。我就点进去看，做一个人的一次基因序列，而且大概是100多个项目的话，因为它总共其实有很多种项目，好像200-300种吧。这个组合一个人呢，19690。好贵哦。对啊，好贵哦，但是它买1送1。它可以换2只半的狼蛛，它可以买一个任天堂 Switch 的动森同款机，还比它贵。但总之，像我们现在2个人，我们就要做39380。那就是现在的动森，这么贵，差不多。真的很想要试试看，但他又买1送1，然后我就觉得不行，我要赶快买。然后我就想说，我身边会不会有人也很好奇自己的基因里面的秘密是什么？为什么？于是我就问了。所以你没有兴趣？其实那应该换另外一个人。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你是想被狼蛛咬？所以到底有没有兴趣？你想不想知道嘛？想不想知道嘛？这样就是跟你一样，然后有兴趣的意思，懂吗？这并不是，这是白目。这是白目。等一下啦！它为什么有这种声音？说不定里面有什么易碎品，然后你把它弄坏。只是个试验的东西而已，不是吗？它长这个样子，应该是要有一个什么取精品之类就好了。取精品？你以为是要测什么？我们先把它打开。他说 "Say hello to you"， 有一封信而且它的字很丑。哇靠，手写！你竟然说人家字很丑。然后里面就是一盒这个 DNA Collection Kit， 它这边有什么你要分享给你朋友，然后有20%的优惠。那我们把这个打开。Step 1， 第1步，先下载他们的 App， 你载好了。明就念 APP。阿弟说不能念 APP。第2步，它上面写说，在测试前30分钟内不可以嚼食口香糖，或是吃，或是喝。那再来是我们的采样的一些东西了，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它这边有教你说这边该怎么取样，这是一个棉签儿，这个上面这样撕开。然后手不可以碰到下面棉头的部分，然后再来呢，在你的嘴巴内侧、脸颊的这一侧呢，刷个10次，这边也刷10次。然后呢，把你的这个管子把它打开，把它插进去，然后从红色的地方呢，把这个棉签折断。OK。然后把它留在里面以后呢，把盖子盖起来，好酷！我从来没有自己做过这种东西。然后呢，在这样的状态把它上下摇10次，这里面就是你所采样的 DNA 样本就都在这儿了，好好玩哦。OK， 我们来看一下寄回去。你看，好长哦。因为它要报海关的。他是写说他在3个月内寄回那个 DNA 检测的实验室，我不确定他的报告会在多久之后回来。我到底为什么要走来走去？你有没有一点拍片的基本的职业的道德？我们终于收到我们的基因报告。你要先看什么？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最感兴趣要放最后面，要先看一些无关紧要的，越无聊的越先看。食欲控制能力正常，这有问题吧？我没有办法控制我食欲啊。为什么你会没办法控制你的食欲啊？可信度只有44，哪边有写可信度？你就科学细节那边会写。我以为这个可信度是自己选的。你如果真的要看，就是要看不正常的。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好，那我们正常水平。我们看一些比较酷的招蚊指数。招蚊指数正常啊。招蚊指数竟然有比较高的人，怎么会有招蚊指数比较高的人？你们知道最近有个新闻，就是第一个提出酸性体质比较容易吸引蚊子的那个人被抓了，然后说酸性体质根本不会比较容易招蚊，然后他骗了很多人，骗了超多人的，这没什么好看的。好，这个真的蛮无聊。下一页，你有红色的字吗？营养啊，有啊。我们的叶酸为什么都这么？叶酸跟碘，可能因为我们是亚洲人。没有，对不起，我不知道。叶酸，人体不储存叶酸，所以要每天补充。摄入过低会导致贫血，增加患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他会告诉你说，建议你应该吃什么。Omega 3呢？Omega 3正常需求啊，维他命 B12。Omega 3明明就有更高需求。你需要吃鱼，我不用，我 Omega 3都正常。
我的维他命 B12、B6 还有维他命 D 都需要比较高的需求。我维他命 B12、B2、B6、D 都需要更高一点。我的营养不全。需要多吃点东西。好了，我们来看点别的。膳食敏感度，我是健康均衡。地中海，什么叫做地中海膳食？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可是我的酒精敏感度竟然是偏高我也是我就不喝酒啊。可是我很会喝啊。他说我喝酒时容易脸红，哪有？我没印象了，但我会头痛。建议1杯水1杯酒。我也是。你的盐敏感度怎么样？你好红哦。高哦，我本来就不喜欢吃咸碳水化合物盐乳糖、辣味、味觉敏感、甜食跟排毒过程全部都是红。我有肤质，我有乳糖不耐症。亚洲人都有啊。我是味觉敏锐者。我也是味觉敏锐者。这是什么东西？神之舌。味蕾较发达，苦味跟甜味在你的口中会相对强烈。恭喜你对味觉有非凡的敏感度。而且不过这既是祝福也是诅咒。对你来说，苦味食物会比较苦，甜味食物也会比较甜。你睡眠时长多少？7到9小时。我想去7小时。你是短睡型吗？我是短睡型。我是非常容易失眠。没有，但是我的睡眠品质很不好。为啥？我的熟睡可能一个晚上熟睡只有2到3个小时。你上面是写容易失眠。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后天压力没有，是容易入睡，对不对？我是容易失眠。我们的相反嘞。我也没有很容易入睡。我哪有很容易入睡？我是因为我都把自己弄到很累才会睡。是哦。像是我会在床上滑手机滑到5、6点。可信度3，这大概是唯一不准的吧？对我来说。真的假的？就是我压力太大了。这个我觉得蛮准的，因为我真的它有睡眠时间类型，我是夜猫子。我是夜猫。我们都是夜猫子。晚睡晚起。压力导致肥胖。哪一些？它连这种东西都有下面啊。我是战士我是中立主义者。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什么意思？点进去看，有焦虑者、中立主义者跟战士。我是一个能够更高压力承受力的战士。什么东西啊？面对困难时往往能够从容应对，这还蛮准的。我是往往反应平静，但我觉得我抗压力没有到很好。而且你可以看到它下面有很多参考文献，就是你对这方面很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去 Google 这些东西。污染敏感，我跟你讲，这一定要看，尤其我们是生在台中这个，全部正常，有古关，你也全部正常啊？对，我也全部正常，但我的确有过敏，我自认是季节性过敏，肌肤管理。你觉得你自己皮肤好？算好吗？我不知道，你觉得呢？你的皮肤年龄就年轻。我的是正常你是正常，你会容易老，我会比你更年轻。什么容易老？点进去，它有容易老吗？它有叫成熟，它也很会选那个字，它怕伤害到看这个的。你的皮肤可能较为年轻，这表明您看起来可能比实际年龄年轻。它这句话很烂这表明您可能看起来像实际年龄。难怪很多人说我像大学生。我看起来像大学生啊。痤疮是什么？痤疮是什么？痘痘吗？有可能。是中等。我较低。你明明就很容易长痘痘。对啊，我觉得这跟保养有关。那糖基化有？糖基化又是什么？点进去看啊。点进去还是看不懂。因糖基化的风险与一般人什么东西啊？糖基化是葡萄糖分子与蛋白质结合的过程代谢糖类会加速皮肤的老化是这样的糖基化导致皮肤松弛、皱纹暗沉和色素沉着。皱纹形成风险。怎么了？你很高吗？我一个女人看到这个，我中等。我较高。我现在开始不做表情。好，加油。拉伸纹也是啊。你要避免暴露于过多的紫外线、吸烟、饮酒和饮食。我的拉伸纹也比较高我较低，难怪我看起来会特别年轻吗？皮肤保湿能力正常，较强。晒伤风险中等，较高。你容易晒伤，难怪我容易老化。明显的表现出你的皮肤本来就不是一个比较好抗老。我是蛮好看的你看看别吵。最佳运动方式：中等爆发力、中等耐力、中等力量、较高力量，全部都是中等啊。1、2、3，我就知道你没有打算正常嘛。身体成分：肌肉量较高，正常肌肉量。如果我是女生很正常。抵抗疲劳的能力一般，较高。我真的是个运动能手。受伤风险正常，较高。小心啊！你要爆炸了。不过我蛮厉害的，你看我乳酸清除很快，乳酸形成又较少。
我叫慢就叫多，这是好事吗？那就表示你运动完隔天酸痛没有那么痛。然后你会比较，我是蛮容易因为前一天打羽毛球或是乒乓球，然后导致我整只手隔天没办法动。那这样子，这个很合理耶。前交叉韧带断裂风险连这个都可以知道吗？那什么东西？我看非常高哎，中等，跟我差了2个等级耶。这是哪里啊？膝盖吗？对，膝盖。缺乏经验的运动员和参加休闲运动的人容易受伤。仅仅正确的跑步地哦，肌肉抽筋较低，较高，你很容易抽筋吗？还好。我倒是很久以前，应该说成长期间真的很容易抽筋。如果要讲的话，那我要讲一个经验。我国中的时候去参加大队接力，然后我大腿抽筋，然后我还持续跑，然后就把它硬跑完。就从那之后就有一种永久性的伤害。我到现在就是大腿容易抽筋，有时候坐机车后座的时候就会想，坐机车后座就脚会打开啊，好烂，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我是还好，我不太容易受伤我受伤风险较高，但是我其他这种大受伤我都不太容易受伤。大受伤，我是容易扭到之类的。哪筋？摄氧效率正常，爆发力中等，中等，复原能力较低，复原能力正常。好奇怪因为我以为运动的复原能力跟乳酸的恢复能力是一样的，原来是不一样的。他说这种情况较常见，因为大约75%的人都比较低。我在高度强度训练后最好休息4到5天。我是2到3天。秒过。肌肉与力量中等，较强，流失水分一般较少。我不太会流汗。可是我的保湿能力比较高。很奇怪，你会既会保水又会流汗。对，我的身体到底想怎样？好啦，潜能，成功潜能。我如果是运动员的话，我可以当。对啊，这个东西我们应该互看啊。好，有智商完了。我一定高啊。那我是什么？正常。可是我 IQ 测验明明就很高。我在国小测150几啊，我140几，但140几就已经是比一般人高很多了。小学时候的 IQ 测验是最准的。对啊，因为你还没有太多的知识在你的脑海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只要高于120就是自由班了。但他却敢说这种话，什么叫敢说这种话？去看他的可信度3，就是你爱信不信啊？我是不信啊！哇塞，情商，我觉得你情商有问题。我情商怎么会有问题？我的情商多少？正常。你怎么可能较高？你的情商是一个蛮容易。你先看一下情商的意思是什么好不好？情商越高，同情他人的能力，但情商最大部分。你是不是看到只要我们周围的人发生任何事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我大概可以理解。No， 你要不要看他的可信度？只有2。好吧。你还在那边天花乱坠。来啦，创业倾向，竟然有这个东西 ，AQ AQ 我从来没听过。AQ 我也没听过 ，AQ 你较高为什么你都较高？你是正常，所以我全部都是高受教育的程度，我根本就是完美的。受教育的程度，你怎么会有较高啊？你怎么会有较高啊？受教育为什么不是较高？我只是不爱念而已啊，谢谢。但是他说20到40%是受遗传影响，再加上家庭收入跟父母的教育。对啊，的确啊。信息处理速度，你是正常。为什么你都是高啦？我直接往下滑看可信度。下一个语言能力你正好在学你较高正常。你国文啊，你国文不是很厉害吗？正常。我同意啊，我国文没有很好。我学日文也是一般进度，我没有特别厉害啊。组员，我要看组员。你的组员分析可能会让什么了解到你的祖先曾居住过的地方，由于你的祖先曾迁移到世界上不同的各种角落，还有跟各种人混合交融，每个人的组员非常复杂，使用了来自不同人种的数据以及分析你的组员构成。组员和出生的国家不一定是相同的。我知道，分析结果可能让你带来意外资料的意料之外的。我知道，但是你知道你混了多少国家吗？你会不会是那种少数民族，然后有可能一点点的那种？沾到一点，你有很一点点的少数民族。真的假的？我不想知道。哈？怎样？你好无聊啊！我可不可以买中国？你100%东亚，你100%东亚人。对啊。什么东西啊？我的中国多少？中国58.76。那你中国反而比较多你68.56。我是台湾人。而且你有3%的西部少数民族。你0而且你有41%是日韩的。你有23%是日韩，我有41%是日韩，所以你大概有2/5。我的祖先要不要学日文？原来我的祖先好痛哦！一緒に日本語勉強しよう。你知道你有6.69%的越南血统？我就知道我爷爷在越南那边打越战的时候吸收了越南女性的血液。可恶，没有非洲，没有欧洲，没有东。发现您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微妙关系。一点对，我竟然欧洲人欧洲血统都没有，我就知道你也想看这个，一点都没有。而且他很贱，他欧洲还
还有一个向下的箭头，害我想点进去看是不是有0点几，结果也没有。0%。这个好酷哦！我觉得应该所有人都会有兴趣知道自己的血液是怎么组成的。下一个性格特征，宜人的性格可能竞争，然后责任心可能随和。随和就是没有责任感。我没有责任感吗？我点进去看，我是平和的。这个而且遗传因素对责任感的影响占49%，所以如果我爸妈不负责，我有1半的几率也不负责。你有1半的几率生不出来，就是你有1半的几率，他们就会觉得说啊，我们不要父子本流掉。对，我有可能就不在。不好笑。不好笑，我要看神经质。我敏感啊，我也是敏感我们比较在意他人的看法啊。现在谁不会？而且遗传因素影响的程度有到48%。神经质是一种性格特征，是指消极情绪的倾向，对威胁、挫折和亏损时产生的恐惧、悲伤和侵略性。它是一个风险因素，严重时会变成忧郁症、焦虑跟愤怒，跟其他的精神疾病。行为啦，行为我一定要交换看。我有什么是可能的？你自己猜嘛。食物成瘾吗？你是食物成瘾。你全部都不太可能我不喝酒啊，不吸烟啊。身体特征，耳垢。你知道西方人的耳垢都是油的吗？我是跟 Megan 刘佩聊天才知道的。Megan 她不知道原来有人的耳垢可以是干的，真的他们的都是蜡状，他们都叫 wax。刘佩说只有亚洲人的耳垢有可能会是干的耶。耳垢可以帮助你的耳朵保持清洁，所以不要太过于过度清耳垢。光喷嚏反射，我听过这个，这是什么意思？晒到太刺眼的光会打。我没有。然后我听到不知道哪个谁，然后最近好像有听到这个东西，不知道哪个谁。我没有，但是我很常打喷嚏。我也没有，嗅觉敏感度可能更强。可是我鼻子一天到晚在比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强根本没有用，因为我连气都吸不到，我是要怎么玩？超烂，然后易瘦体质有。真的不太瘦。他这样写吗？所以这不是我的错，这是我的基因在搞怪，好吗？我即使瘦，我也很容易再胖回来的原因是基因在搞怪。可惜我是4，反正我是信了。两性特征给我追求刺激倾向。你也是追求刺激者啊？追求快感，不亦乐乎。真的假的？他这样写啊？他说有寻求刺激 DRD4 基因突变的人，相较其同伴可承受更大的财务风险。很酷哦。那些有此基因突变的人所能承受的财务风险较同伴高25%，但是它可信度也就2啊。好，我们要来看下一个大主题了。遗传疾病风险嘛，这个我有唯一一个我确定有的遗传疾病风险。我的都没有你有什么阳痿？那个是遗传疾病吗？你那个是遗传疾病吗？我有唯一一个地中海型血症。我知道啊。对啊，我早就跟你讲过啦。不过我是 A 型之类的，我的影响比较小，但还是。那我要很感谢我的父母都没有给我任何的遗传性疾病。癌症风险，真的很紧张，因为我家人真的有癌症史，而且有不止一个。我家好像也有。哦不，我超红的。你要每年去检查，知道吗？我有乳腺癌、卵巢癌跟胰腺。高风险吗？他是这样讲。那你就赶快定期检查。天哪！我没有我是有做好这个准备，没想到是3个。他也没有说到高风险，但是你还是以防万一去检查一下。我刚瞬间是快哭出来了。哭了。老年痴呆那个你有看吗？你有吗？阿兹海默占所有痴呆症比例的60到80%，所以它是最常见的老年痴呆症，而且可信度4。哇，越看怎么越沉重，而且你知道下一个就是都市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很红啊！先从第一个开始看，高胆固醇。这样，我先讲，我在测血量的血量。你说满血或残血？抽血。我测量的时候，我容易有高胆固醇，33跟90。但是我这边是写阴性。我也是阴性。心脏病一般。较高。高胆固醇我也是较高，高血压我也是较高，非酒精性脂肪肝我也是较高，肥胖症我也是较高。一般。你知道我有肥胖症？都市病原是指这种3高的东西。好了，下一个疾病风险，准到爆为什么？你是哪个？我过敏性鼻炎较高。我没有不过我的确是高甘油三酸3支血症。你到底在讲什么？有没有你念？高甘油3支血症。对啊，我也是。深静脉血栓是什么？我也有血凝块，就是血栓。你说避免久坐不动。他在叫。动一下。你觉得这样会有用吗？再看5个字而已，马上就站起来。怕点 JPG，还有外周动脉疾病，会
导致动脉硬化而变窄。天哪，这些看起来都好沉重哦。最后一个了，药物。哎，你们但是我们这个不懂啊，你们很给医生常看吧。但是你们有没有很常就是被医生问到说你对什么药过敏？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我都要吃到那种药，我才知道我对那个药过敏。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对。我知道我对一个流行性感冒的药丸过敏，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颗。但是我每次去看流行性感冒的药，我的这边都会起超大块的红斑，而且超痒。我后来才发现它是跟我吃感冒药有关，但是我吃成药的感冒药就不会。你看一下是哪一个？其实蛮多种。很多而且我们全部都不懂。疼痛类倒是要看一下，因为这样我们以后买止痛药就可以看成分。哦。苏发沙好像药物不能这样。哦，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参考，就是含有这个成分的药就不能买。应该要印下来给医生看。对，你有没有对什么药物过敏？常用药物类是什么？不知道，但是有7种。我2种。算了吧，根本看不懂啊。对啊，真的什么都看不懂啊。这就是这医生在上面写的。一横的那种东西，我觉得这真的超酷的。刚开始你还觉得笑笑的看啊，越来越沉重了。对，刚开始你还觉得哈哈哈，你数学不好哈，什么东西的？较高水平、高智商、高情商、高创业基金。结果后面发现，原来自己好像很容易就要死了。这种人还不嫁吗？你看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做这个东西，你觉得它值得吗？很好玩啊，知道。而且我觉得组员那个超好笑的。说越南很好笑吗？你怎么意思？不是很好笑，我是说，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你家长或者爷爷奶奶他们都不知道的事情。也是，因为真的太远了。一点都没有欧洲人，一点欧洲人的血统，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好啦，我觉得很好玩，虽然很贵，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值得你参考一辈子。是啊，而且你发现你的身体上有什么疾病可以去避免，早发现越好。而且我之前在健康检查的时候，的确有摸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只是我一直太懒惰了。你会推荐观众去做这种东西吗？这种测试？你会建议几岁到几岁的人做这种？就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就可以做一下，为小孩做一下。我觉得它相当于全身健康检查一种，因为全身健康检查是表示你现在的状况，但是这个东西是知道你可能有的状况。总之，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那记得要去高智商、高情商、高创造力、老人痴呆、高数学能力，追求刺激。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请记得按个喜欢。想继续看可以按订阅，也不要忘记订阅或是取消订阅菜渣。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我用力牵向